这里是捕捉食人鱼的现场。一名戴着白手套的男子拿起一条巴掌大的食人鱼，便往他的嘴里塞入一根树枝。两排锋利的獠牙像菜刀般轻松将树枝切成2段。而在他们捕捉食人鱼的过程中，只要食人鱼感应到水中的巨大动静，便会直接跳出水面对猎物进行疯狂撕咬。就算双手戴着手套进行捕捉，也能够被其锋利的牙齿穿透手套给咬伤。而这些胆大的食鱼人为了能够捕捉到美味的食人鱼，甘愿冒着被咬的风险也要前来下水捕捞。今天这期视频将带大家见识一下3名不要命的疯狂男子捕捉食人鱼的过程。在到达小水沟捕捉食人鱼之前，他们早已戴好了手套，同时还带来一把使用钢丝制作而成的长方形抄网。他们3人经过好几天的深思熟虑，今天才决定前来捕捉危险的食人鱼。而在这之前，他们还没有尝试过如此疯狂的举动。经过一番商量过后，他们便立刻拿起特制的抄网，下到只有半米深的小水沟里开始捕捉食人鱼。在2人刚把抄网打下去之时，库里拉马上便被疯狂的食人鱼来了个猴子偷桃。通过慢镜头可以看出，食人鱼直接跳出水面撕咬他的裤裆，好在并没有伤及命根，要不然从此以后在老婆面前就无法交代。一旁的拉希也只好一个人抬起渔网，此时渔网内已经有2条食人鱼躺平在里面一直打滚，而惊魂未定的库里拉战战兢兢地捡起里面的食人鱼，蹑手蹑脚的样子，看来他真的非常害怕把肉身交代在水沟里。有了第1次被咬的经验，在调整好心情之后，第2次打捞起来非常顺利。这一抄网下去，里面不仅有食人鱼，而且还有一条体型较大的罗非鱼。既然食人鱼是食肉性鱼类，那么水沟里面为什么还会有其他鱼类能够生存下来？而他们今天主要是为了捕捉食人鱼，同时体型稍大的罗非鱼也是他们捕捉的对象。一些还没有成年的小鱼会直接将其放生。此时再次打下另一抄网，这一次居然清一色全都是食人鱼，而且还有10条之多。瞬间让他们兴奋不已。刚捞出水面的食人鱼异常生猛，此时的库里拉绝对不敢轻易伸手进去往里面捕捉，只能等到他们不再躁动不安，才敢小心翼翼地分开成群食人鱼，对其中单独的一条下手进行捕捉。食人鱼有着鲜红色的腹部，属于群居性鱼类，不但听觉高度发达，而且牙齿还异常锋利，在咬到猎物之后会一直紧咬着不放，直到通过身体的剧烈扭动来将咬到的肉扯下来。而库里拉幸好戴上了白手套，并没有伤到他任何一根毫毛，但却再次被食人鱼吓破了胆。接二连三的被咬已经让他产生了大片心理阴影面积，最后直接将剩下的食人鱼交给拉希来捕捉。为了向世人展示食人鱼那2排锋利的牙齿，拉希直接捡起一根树枝塞到他的嘴里，可以看到异形般恐怖的锋利牙齿咬起树枝来就像豆腐般被斩断，要是不小心被咬上一口，那会有多惨。库里拉已经被食人鱼给咬怕了，这次只能换史里拉上场捕捉。一条小小的水沟竟然会有如此之多的食人鱼生活在其中，而罗非鱼更是神一般的存在。全世界的小水沟已经被他们给征服个遍，任何地方都能发现他们的踪迹。不过有时一抄网下去，却只有一些小鱼小虾。凡是这些小鱼小虾，他们都会大发慈悲，放归大自然。在换了人进行捕捉之后，食人鱼的数量好像变少了，偶尔才会有1、2条被打捞上来。就在此时，不经意间的一抄网打下去之后，居然又捞上来10多条食人鱼。果然，它们都是群居性鱼类。别看它们体型小，可性情却十分的凶猛残暴。一旦嗅到猎物渗出来的鲜红色墨汁，便会让它们更加的疯狂无比。而且上下颚的咬合力大得惊人，可以轻易咬穿牛皮甚至坚硬的木板。此时网里的食人鱼实在太多，不好直接下手捕捉。史里拉便抄起水桶将其一同打尽，紧张的他被吓得一哆嗦，又全部给倒了回去。可以看到，只有钢丝做的渔网才能经得住食人鱼的撕咬。这条小水沟简直就是食人鱼的天堂，只要水比较深的地方都会聚集着大量食人鱼。毫无意外，又是10余条一起被打捞上来。此时随着一声惨叫，行走在最前面的拉希居然被食人鱼给咬了小腿一口，鲜红的墨汁顿时流了一腿。此时受伤严重的拉希只能在另外2人的帮助下直接被拖上岸边。现在才知道他们一直都是赤脚下水捕捉食人鱼，这沙包大的胆还真是让人佩服的五体投地。在这荒郊野外，没有任何医疗物资可以清理受伤的小腿，拉希只好脱掉自己的衣服，让另外2人将衣服撕成布条用于包扎伤口。这就是为了能够吃到足够野的味道所要付出的代价，就算失去身上半斤肉也在所不惜。这回可是吃多少鱼肉都补不回来。此刻拉希只能一瘸一拐地走路，而在过河的时候，拉希只能将库里拉当成人头马骑在他的头上，以免再次弄湿伤口。
看着他们两个过河，还真的让人胆战心惊。要是遭遇食人鱼群而攻之，他们马上便会成为食物，直接交代在水里。不幸中的万幸，他们都能够顺利的回到了家。拉西也把左腿上的伤口给包扎好了。此时锅里正在油炸食人鱼，隔着屏幕都能让人闻到香气四溢的鱼香味。看着金黄色的食人鱼肉身，这是要把人吃出翔的节奏啊！那么大家有吃过这种食人鱼吗？